们今天进入主题，就是公安。我为什么老王有句俗话叫公安局里没好人啊？这个公安里边确实是没有好人啊。那他们怎么做呢？就是他们就是赚钱为主啊，他们就是赚钱为主，非常非常操蛋啊。这个而且为了赚钱呢，他妈脸都不要了啊。这个不是这种公安啊，不是一个两个。当然，公安队伍里边也有英雄啊，也有豪杰。但是呢，我说的这种情况呢，为了赚钱脸都不要了的这些公安中的渣子的啊，是占大部分的啊，51%以上控股的。好了，我们今天话不多说，香港主板的一个上市公司老板讲述的遭遇江苏淮安公安远洋捕捞凄惨无比的故事。他这个公司叫什么呢？叫斯库拉集团。这名字起的，我操，这名字起的不好啊！这名字你要找我看风水，你这名字要出事儿了。老王你好，我是涉事企业斯库拉集团的负责人，人称大胡子，目前正在海外流亡啊，逃亡了。为了保住性命，不得已将此事公之于众。哎，这不丢人的啊，这不丢人的，你公开告诉我这就对了。你像白斌他找我们，他就对了啊！你这瞒着你被灭了都没人知道啊！为了保住性命啊，不得不将此事公之于众。2023年11月，我引进俄罗斯的技术，在广东省广州市生产经营一款维生素功能饮料。由于技术先进和在保健方面的功效，消费者口碑良好，全国各地代理经销商、加盟商蜂拥而至。我的饮料迅速火爆全国，业绩优良。截至2024年9月20号，全国各地加盟店突破800家，并且成功收购香港主板上市公司代号3928啊，33%的股权，它要借壳上市了，这就是啊，累计营业额超过5个亿。如果不出意外的话，3年营业额会突破30个亿，5年时间，斯库拉集团市值会突破100个亿啊，这就是一个发展良好的快速消费品行业的企业。我遭遇远洋捕捞的经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优质的企业，2024年9月20号啊，大家看时间啊，2023年11月上线，2024年9月20号，1年啊，被江苏淮安公安机关远洋捕捞执法。公司的客服、技术，我本人的家庭，被上百名警察以诈骗罪悉数控制。执法当天，本人已经于2024年8月23日逃亡泰国，侥幸躲过一劫，所以才有机会向整个世界曝光闻名世界的远洋捕捞黑幕。9月20号上午8点半，8名江苏淮安便衣警察突然闯入我的云南红河州弥勒市永红村的家里。当时我的爱人因为怀8个月的身孕，侥幸逃过一劫，否则也100%羁押走了。37天啊，羁押日期啊，遭受非人折磨，强加各种骇人听闻的罪行，当场查抄现金867万。我爸爸、老婆和妈妈口袋里的现金都被搜刮一空，最后有一件衣服里边有300多块钱的零花钱也被以非法所得的名义刮走。当时正好我用摄像头在观看我的孩子，所以整个过程都有照片和视频为证。与此同时，10几个淮安民警包围了我公司客服部，客服部专门负责全国各地经销加盟店和用户售后维护。当时我们有10几个员工正在上班，要求我们所有员工停止工作，强行收走我们所有员工的所有手机20多部，强行取走所有笔记本电脑整机和拆走所有台式电脑硬盘。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连公司员工的手机原装充电器都要抢走，非原装的充电器不要，有些员工身上的项链和戒指等首饰也一并抄没。有一位员工桌子上的几个硬币也被抄走啊！员工质问：“这是我的私人财产呀！”执法人员大喝：“什么你的财产？这是非法所得，必须没收！”在我家和客服部惨遭毒手的同时，位于广州市的公司技术部也被10几个江苏淮安警察包围。技术部负责人张总被带到江苏淮安刑讯逼供，所有的办公人员和手机和电脑都被没收了。整个过程，我的公司账号以及供应链的公司账号、个人账户关联我和我老婆的所有亲属的账号全部冻结，全部资金7000余万啊，动了7000多万，大水鱼、大肥鱼。其中1200余万被淮安警方强制要求转到他们指定的私人账号，并要求卡主人到银行注销银行卡，完成后要求当事人当着他们的面用剪刀把卡销毁。括弧
这是淮安办案人员私吞财物，这也是他们几十年办案常用的手段，也是他们办案最大的兴趣。这个兴趣用词不爽啊，这个实际上是动力啊。他这个哥们儿啊，他叫李什么大胡子吧啊，他叫我看他叫什么啊，李涛啊。李涛呢，他这个经历呢，很多人都经历过啊，很多企业都经历过。那淮安这种地方就是穷地方嘛，大家知道江苏淮安、苏北啊，它是个很穷的地方，所以这个淮安公安就是你别看它是江苏，但是实际上它的行为跟河南是一样的啊，河南啊、安徽啊、内蒙啊，他们都是这个重灾区啊，他们办案的动力就是钱啊，给你找点事儿啊，找点事儿，只要能挂上你啊，就过来了。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你别有钱。你公司如果运作不利啊，公司账上有个几十万，他不干你啊，因为出动一次啊，这就跟当年红军打土豪一样啊，都千军万马为你来一趟，你这个如果你是个贫农的话，人家就不过来了，你必须是大地主，有肥鱼啊，所以他就过来一趟啊，杀个肥猪。这就是正常的。你7000多万冻结款，1200多万转移款，转移到办案私人账户上，那这个足够了，1200万 cash 啊，而且7000多万啊，最后赚不都能弄走。这也就是白冰啊，白冰就是北京三中院白冰透露出来的冰山一角啊。其实北京也是一样的。我就多给你们讲一课，就是今天我多给你们讲一课，就是为什么白冰这个案子重要。你们知道北京啊，这个北京的1中院、2中院、3中院是分片管理的。白滨这个3中院啊，你这3中院管辖区它有一个区，有一个区叫西城区，北京市西城区归3中院管。说老王这又怎么样？这幼稚了吧？西城区有一个地方叫金融街，懂了吧？全懂了吧？就是为什么西城区纪委书记第一时间空降到3中院去当这个副院长，堵这个事儿去，这就是事实。金融街有无数的金融公司，账上有的是钱，做的业务吧，你说它完全合法吧，它肯定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你说它不合法吧，它离犯罪很远。但是纪委和公安只要盯上你啊，那金融街可不比这个广东云南的这个饮料厂啊，这饮料厂费个大劲，7000万。金融街哪一个公司账上没有70个亿呀？没有7个亿、70个亿，他们会动吗？就是在金融街啊，那个肥猪的比例就要大一点，那比例尺要大一点。就是如果账上只有7000万，西城区警察、西城区纪委、西城区公安没有办案动力啊，7000万，我去，打发要饭的呢，就这北京话，打发要饭的呢，就这话啊。所以白滨实际上是揭开了冰山之一角，这个里边往私人卡上、往个人卡上啊，通过法院执行池也好，通过纪委和公安的办案渠道也好，直接往外转，往私人卡上转钱呀，转办案的所谓这种罚没经费啊，这是目前的一个重大的漏洞，大量的抢劫，等于是合理合法的抢劫，被抢劫的不敢说话啊，像这样敢说的，像白滨这样敢跑敢站出来的很少啊，大部分要么就跑了，消失于人间了，要么就是被做掉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朝阳区更不得了。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朝阳区也归他们管。哎呀，朝阳区也归他们管，3中院也管朝阳区。3中院的院址就在朝阳区啊，所以他妈的他这属地管理的，所以呢肥死了啊，肥死了。我们刚被按了，罚了80，罚80，你谢天谢地吧。李毅教授话了，罚了80万，不就等于没罚吗？啊，好了，我们接着念这个李涛的经历啊，遭遇。与此同时，他们强行搜查我公司广州市白云区的办公场所，使用非法暴力将我公司一名姓于的女员工打伤，当场鲜血直流，眉骨开裂，后期缝了13针。后面我的父亲也是我们公司的财务，我的助理啊，就是我的父亲啊，我们公司的财务，我的助理以及市场经销商累计11人被以诈骗罪名刑事拘留，基本上都是37天，每一个人在里边都遭受非人折磨。他这个刑事拘留是拉回淮安的啊，那就是吓死你了。那淮安看守所那是啥鸡巴的待遇啊？那基本上要比林冲守那个草料场要惨啊！37天顶格啊！37天为什么是37天的？
这个警察抓住你，可以关你在看守所里不定罪，关你30天啊。30天之后呢，还可以用特殊目的啊，或者说魏贞节为名再延长7天。所以呢，上限在看守所里啊，按照法律流程了37天啊。当然还有很多特殊的办案的，那是什么37天、6个月的都有啊。你看内蒙经常把人关3到6个月啊，各种找理由重新立案啊。左脚给你37天到了，右脚又给你立一个新案子，又是37天啊。这个就是中国公安啊远洋捕捞的特质。每一个羁押人在里面都遭受了非人的折磨，被迫签字画押，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后面每个人都以5万到400万不等的钱陆续取保候审啊。这个与此同时，10几个江苏淮安民警包围了我公司的客服部，客服部专门负责全国各地经销加盟店和用户售后服务。当时我们有10几个员工正在上班，要求所有员工停止工作，强行收走所有人的手机啊，强行收走笔记本电脑、台式硬盘，这个都拿走了啊。在我的家庭和客服部惨遭毒手的同时，位于广州市的技术部也被10几个警察包围。技术部总负责人张总被带到淮安刑讯逼供啊，这个一样的经历啊。哎，他怎么又写了一遍啊？这估计是他妈的气糊涂了。这好了，我们看看他是又写了一遍。3. 远洋捕捞利益链。江苏淮安远洋捕捞是全国各地远洋捕捞标杆，警方定期会和一些第三方服务公司（括弧他们有大量的黑客，专门窃取企业数据，查谁有钱谁没钱）联合执法，根据案值共同分钱。我去，这个警方和第三方服务公司、黑客公司联合执法，共同分钱啊！普通的中小企业在数据安全投入方面微乎其微，在这一类黑客公司面前近乎裸奔，接近透明。一般的黑客公司会进入企业数据库寻找漏洞，然后疯狂盗取企业的数据资产，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因为黑客通过技术获取的收入远比黑警那里得到的要快。斯库拉集团也惨遭黑手啊，累计被淮安警方指派的黑客盗走近1000万元。所以远洋捕捞是当地政府、警方和黑客等多方势力联合案板上的鱼肉。任何中国拥有经销商网络数据的公司，所有的数据他们都有，先尽可能的偷，然后再执法，全额抄没。所有的企业在他们面前都是待宰的羔羊。哎，这我就看不懂了，这个黑客怎么转移你的钱呀？你的钱不都在银行吗？黑客银行转账的话，你能查出来报警啊？所以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啊。4. 远洋捕捞的起源。远洋捕捞就是执法部门以执法的名义强行罚没企业的财物。从2015年以江苏北部苏北为首的执法部门率先通过全国跨省执法，以莫须有的罪名羁押企业负责人和财务人员，然后黑警经常钓鱼执法迅速抓捕，从而让企业快速陷入绝境。全国各地的用户、经销商知道公司遭遇不测，无法进行交付，就会快速集中讨要货款。这正是黑警最喜欢看到的，因为他们又可以给你带上一个非法集资罪或者诈骗罪，所以网罗织各种罪名，经常会有社会不稳定因素和群体事件发生。当然，一般企业主害怕失去自由往往愿意这个忍气吞声破财消灾，所以这个行业呢就是蓬勃发展就是黑警远洋捕捞远洋捕捞的危害这个我就不念了他就开始往上拔高了，什么人民困苦老百姓失业呀，企业家破产呀，私人企业家没有安全感这都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不需要拔高，所有的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远洋捕捞跨省执法这个东西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这是对于私人企业、民营企业家非常大的危害在此我们也呼吁这个尽快的把这个远洋捕捞这个歪风邪气压下去，否则的话反贼会越来越多的像李涛这样的人跑到泰国，等他有朝一日跑到美国，他一定会跑到大使馆门口拉横幅骂共产党的这样的人跟共产党都会结下血海深仇。王叔离开大陆很久，他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呀黑了他的虚拟币吧？我不知道呀。那个一般的正常公司哪有虚拟币所以我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就提醒各位，就是一定要谨慎你们在国内其实你包括你们在世界各地经商都要谨慎。如果你真的挣到钱，你被人家盯上的话，那罚的你是倾家荡产。所以这个事儿是一定要谨慎的
大家注意看，就是我的眼眉到我的这个脑门有多宽呀？占脸的1/3强啊！你们自己都可以照照镜子啊，大部分人这儿就这么宽。你像我这个，而且我不是掉头发脱发造成的啊，就是我是到了这儿才往后，那个大脑门才往后圆啊，就说明我的这个颅骨进化，我的人种是非常高级的啊，就是你越低级的人种，越接近大猩猩，就是眉骨会很高啊，这儿会这样，这儿会这样，然后这个头盖骨会后塌啊，就是这个位置会往后塌，然后这个颧骨和下巴骨会往前凸，是这样，是这样。哎，这种人呢，那比较接近动物，他这个面相就是类人猿、山顶洞人的面相，他就没有什么他就没有什么智慧啊，你也别练了，你就是多轮回就行了啊，这个没有用啊，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所谓的学习，更多的是在于实践，而不是在于理论啊。你的实践是通过你的人生经验积累的，也就是说是通过时间和你运行的距离决定的啊。你可以这样想一下，你是不是有出息哈？就是你出去啊，你现在回想一下，你就像那个拉着一根这个烟的那个战斗机啊，从天上飞的，它不是拉个烟吗？你就像那玩意儿一样。你那个烟还不会化。你想在过去的这个3个月吧，那咱们以3个月、1年也无所谓，就算3个月的时间或者1年的时间，你想一想，你都去了哪儿？你那个烟啊有多大的范围啊？有多大的密度？如果你的烟离你那个张床不到5公里啊，就是5公里范围内啊，就你床，然后学校的教室啊，床教室，也就是说你的烟不但是距离半径很短，而且呢非常单线，那你就没有见识啊！你学再多的书都没有用。如果你的那个屁股后边拉的那个烟在过去的1年居然是一个覆盖了全国甚至覆盖了全球的这么一个大网，那你牛逼啊！你想不行你想傻逼都不行，因为你见多识广啊，就这么简单。你想象一下，你肛门后边再喷一根烟啊，你去哪儿那根烟就形成这么个网。然后过这1年，咔一搂出来，你那网如果这么点儿，我操，出门认识2双鞋，进门认识老婆孩子，那你完蛋了啊！你不会有这个特别强大的这样一个见识的啊。所以见识够了之后，人才有往上进化的能力啊。单凭念书是不可以的啊。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啊。所以见识世界，去做一件事儿啊，做成一件事儿啊，胜过你读他妈的 N 个学位。啊，你读他妈的 N 加1个学位，你一个事儿都没做成过，你一直在考场，那你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所以修行也是一样啊，人修行也是一样啊，整天练什么梦控啊，什么出体呀，什么辟谷啊，没有用啊，你成不了仙啊，你也改变不了任何你的人生啊，你所有的东西都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打造一辆自行车。如果成仙得道成仙是去月球啊，是从地球到月球的话，你需要打造的是一个飞船。你认认真真打造了一辆自行车有用吗？你觉得骑自行车，你觉得老王你天天睡觉，我操，你离月球太远了，我们先走了。譬如闲人老张啊，老梁先走了，咔咔踏上自行车就奔喜马拉雅山岭绝顶，我们离月亮近啊！他也不知道喜马拉雅山不通月亮啊，他就去了，蹬着自行车去了。这一路啊，风餐露宿的，他妈的累个半死，又是危险个半死。到了喜马拉雅山顶，离月球更远了。为什么？地球那时候转过去了，那喜马拉雅山顶离月球还比我还远。我在这儿北京躺着睡觉，我离月球更近。这就是什么人类的普通老百姓，人类你我这样的人类凡人修仙啊，根本就是扯鸡巴蛋，就是离得太远，而且连方法都是错误的啊！就是我们需要的是宇宙飞船，但是你们学到的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个自行车啊！所以这个你就是把自行车做到极为精美，你无限续航，你还是到不了。这个就是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你看过《龙珠》吗？七龙珠里的龙珠，龙珠里边最伟大的地球人，龙珠里边最接近佛的地球人，
是谁？你们猜猜？我的观众好多都是龙珠迷，一定要看龙珠啊！老张和老王是不是闹矛盾？没有啊，没有，就是我看不上他了，就是他痴迷这个修行，我看不上他了，这没有矛盾，有什么矛盾呢？这个就是老梁也喜欢修嘛，老梁也喜欢修，但老梁没有那么痴迷啊，就是撒旦先生。撒旦先生是其中一类，就是没什么本事，但是其实撒旦先生挺有本事，能扛住他妈的超级赛亚人正面一拳啊！我操，摩尔布欧这怼脸一拳，我操！除了他妈的被打飞了没死啊！那个撒旦也不错，但不是他。克林更不是了，克林就是闲人老张和老梁啊，就是整天练武啊。克林也不是，亚奇罗贝。真正的是弥次郎兵卫，就是亚奇罗贝，亚奇罗贝才是真正的地球人中的高人，你明白吧？亚奇罗贝那是真正的高人。亚奇罗贝别人去那个克林塔那个仙人塔上去修行，亚奇罗贝就是撸猫，然后吃仙豆。亚奇罗贝去之前，仙豆是以缸计的；亚奇罗贝去了以后，仙豆是以个计的。而且只能等下一茬下一个 season 结出来仙豆才有啊，那好东西他没少享受，而且呢，亚奇罗贝才是真正的高人。你看亚奇罗贝虽然整天就是什么撸猫睡觉吃好吃的玩，但是亚奇罗贝呢功夫一点不低，这是第一。第二，知道自己的上限，不费劲去突破上限去。地球人怎么突破得了啊？突破不了。第三呢，真的有事儿的时候，他是真上啊，而且是猫着躲起来，然后忽然蹦出来来一把，是不是他那咵那太刀斩断过贝吉塔的尾巴？那不是他救了悟空？操，没有他，那么地球那个故事早就结束了，地球早已经毁灭了。他好几次干这事儿啊，半路跳出来，我操，拯救地球，然后拯救完了之后又窜了。然后那个柯林在后边喊：“谢谢你，亚基罗！”操，亚基罗被恨死了，别喊呐！操，是吧？沙鲁也被他来了一刀，被他来一刀砍断了尾巴还是哪儿，反正砍了一大刀。然后他窜了之后也没看见他嘛，那个反派 boss 没看到他，然后别人在那儿喊他的名字，他还挺生气的，非常真实，非常真实。你们仔细咂摸，亚奇罗贝才是真正的高人，什么龟老头啊，什么龟老头其次啊，然后什么克林呐，什么这些的都不行啊，他们境界不够，这才是能扛住沙鲁啊，不是反正撒旦确实扛了一拳，我操，那个也确实挺厉害的，撒旦确实挺厉害的，但是撒旦呢就是属于比较入世的。亚奇罗贝是比较出世的，撒旦就是金钱美女，是一个没落。撒旦的先生和亚奇罗贝先生啊，亚奇罗贝是冠军，撒旦是亚军啊，他们两个都是人类中的战斗机。克林是来浪费仙豆的，克林不是，克林是来祭天的啊，克林一祭天的法力无边的，孙悟空就变身了啊，这个扛住沙罗。好了啊，人造人片也来了，指着送仙豆回去是飞机被打爆了，头朝下掉下来了，也没摔死啊，挺有意思的。这是一个很有哲理的故事，所以我们地球人啊，就是像我们，瞎努力没有用啊，那更大的情况下是作死，因为你压根看不见无形之墙，所以你要想进步的话，你要想得到智慧的话啊，更多的是修行自己的有形啊，往里边修行。不是说去追那些无形的东西，就把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这是最简单的啊！把你的意识变得强大。为什么你晚上做噩梦啊？为什么你被噩梦惊醒之后，半天都是忧心忡忡的，甚至一天都会 emo 啊？这些东西才是你应该修炼的，而不是说什么我修个什么马银藏相，我修个什么梦控玩范冰冰啊，这都是扯鸡巴蛋的事儿啊！别人骂你的时候，你生不生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尺度。你这个人水平高不高？在别人骂你的时候，你是一笑置之，你还是急啊？你跟人翻脸，别人骂你的时候，你诅咒人家，那这不行的，那你这差太远了啊！
拳王什么段位啊？拳王没有段位，拳王属于他妈的属于设定，你没办法。我反对你们把中国称为粪坑啊！虽然我现在显然是回不去了，我回去肯定抓我了。我他妈就是猖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我操，就是共产党特别喜欢用猖狂啊，共产党不用疯狂啊，共产党用的词就是猖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我操，我现在绝对算得上猖狂啊！所以我就我自己还是心里有逼数，别回去给人添乱去了啊！所以，但是我虽然不回去，但我不说那是粪坑啊，那只不过是一个独裁集权国家。你如果普通老百姓，你没有威胁共产党的统治，共产党会给你一个非常宽容的生活环境，但是前提是你不要威胁啊，不要作弊事儿啊，不要觉得你是个什么事儿，你举个白纸。我操，你还他妈参政议政了？你认为他这个事儿不对啊？你要说两句。你比如说，你认为大撒币不对啊？你认为什么援助俄罗斯什么无上限不对？你要说两句，抓你，没商量啊！所以这个你只要是怂啊，缩着，你踏踏实实做点小买卖，括弧别做大生意，别做大生意。如果你要是特别想做大生意，如果你是山河四城小镇答题家，你到了大城市想做大生意，记住我的话，把户口迁回原籍啊！不要在户口不要在大城市啊，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为什么？没人保护你啊！大城市你没有根儿吧？你迁回原籍，你家老百5、6代都在原籍，哎，你放心干。你比如翟山鹰，他把户口迁回济源，没人动得了他。他们老翟家在济源可有势力了，济源市长、市委书记、济源公安局局长，他们都能找着。那谁敢抓他呀？啊，济源马上就他妈派2辆警车保护他，谁敢抓他啊？北京立案，北京警察也不敢去济源抓他去。啊，就是，但是翟山鹰在北京那不好使了，北京的衙门太大，他够不着，他只能跑，所以粪坑里的一切都是假的。那移民和不移民都是综合原因决定的，有钱的原因啊，有孩子教育的原因，有安全的原因啊，有事业的原因，有学业的原因，就各方，包括食品啊，包括身体健康，这都是原因啊，这个移民的因素啊。所以你不要极端化，二极管化，就是要平和，要和解啊。你家的情况就是小马过河嘛，你家的情况适合移民，那不等于是没有移民的都叫粪坑啊。因素的时候我会提孩子嘛，孩子教育，因为我闺女就是我们家大闺女，她不是一个学习拔尖的那种状态，在国内的，她不适合国内教育啊，所以她靠她妈可能能上个北理工，但是那也没有什么意思，她应该是很不快乐，跟她现在的人生是完全两个版本，所以孩子也是个重要因素啊。那移民对于孩子来说当然最好了，而且越早越好。那移民去发达国家，这也是事实啊。但是当然也有铁板神术啊，算我那个事业的事儿啊，牢狱之灾我得赶紧跑啊，这都是因素啊。还有命书算我老婆39岁没啊，39岁老婆死，这都是因素。就是综合因素，当然你没有必要把这东西极端化啊，完全没有必要极端化啊。你走庇护也好，你针对的是共产党啊，你记好了，你不是针对的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是不一样的啊。任何试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捆绑在一起的，那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法走狗。中国人民在过去5000年的时间里边啊，如果没有5000年吹牛逼了，那吹牛逼总行吧？那3500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并不存在。中国共产党只存在对绝大部分人的影响，只存在1949年之后啊，到现在没有100年，中国共产党没有100年的历史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只有80年，所以70多年，连80年都没有，所以中国人民在3500减80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所以你可以骂共产党，但你不要骂中国啊，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啊，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即使将来有可能独立，我们也是一个 United States 啊，我们可以叫满洲，我们可以叫土坡，我们可以叫回部，我们可以叫蒙古啊，那也是一个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过程，一定要有这样的历史观，有这样的高度啊。中国历史上没有绝对的分裂时代，也没有绝对的统一时代，它是一个不停的统一分裂、统一分裂、统一分裂这样一个大趋势啊。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才是真理啊。蓬佩奥说的当然对了，所以共产党恨死蓬佩奥了。蓬佩奥说那句话是要共产党命的。如果美国政府，是蓬佩奥这样的人真的说了算的话，
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的话，那中国共产党就会非常着急啊！你这一下子打他7寸了啊！好嘞，再见啊，再见。